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一个是白宫正在与盟友讨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议题，那么第二个是拜登刺激经济方案进入众议院的立法程序，那么估计还有2周左右时间会通过啊。先说奥运会啊，那么随着北京冬奥会进入一年时间的倒数，那么中国人权问题成为这届冬奥会的一个撬棍啊。那么全球有180个人权组织组成一个国际联盟，2月3号发表一个公开信，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关注中国的人权记录，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公开信说，尽管北京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声称奥运会将会成为进步的催化剂，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基本自由和人权发起了无情的镇压，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公开信以西藏、新疆、内蒙古、香港为例，列举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维吾尔人的政治迫害，以及在香港对民主抗争者的围捕。公开信说，1000多名藏人政治犯面临酷刑甚至死亡，180万到3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了劳教营，忍受非人道待遇和政治洗脑。被逮捕的香港青年有数千人，而他们仅仅是为了表达政治诉求而被关押。在内蒙古，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文化差异的镇压，儿童说蒙语的权利正在被剥夺。公开信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极端恐吓和政治欺凌，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印藏边界的跨境侵略和扩张，这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公开信说，20年来，国际人权团体一直试图向国际奥委会通报这些情况，让他们了解把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中国是危险的，并告诫他们不要接受中国的任何人权保证，因为中国就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之一。那么这些人权组织表示，由于国际奥委会的不作为，现在需要各国政府表明立场，证明他们有政治意愿反击中国应受谴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从去年开始，人权组织和多国议员、官员都呼吁开始抵制中国的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那么拜登政府也开始有所动作啊。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位熟悉这件事情的这个外交官说，外国的外交官说，拜登政府上任2周后，还远没有确定奥运会的行动方针，但中层外交官已经开始和西方主要盟友私下讨论如何处理奥运会的种族灭绝宣言这个问题可能成为政府这个中国政策的早期的闪亮点，并且凸显拜登在说服盟友加入强烈谴责北京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那么有2名西方的外交官说，1月下旬就上个月底那么美国国务院中层官员联系了至少1名欧洲盟友讨论鉴于这个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正在实施种族灭绝，他们应该如何对待2022冬季奥运会白宫在一个声明中说，我们将与盟友和各级合作伙伴紧密磋商以确定我们的共同关切，并建立我们对中国的共同方针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叫马林诺夫斯基说，他已经向拜登政府提出此事。他说，如果你指责一个政府正在进行种族灭绝，那么你不能够在那个国家举办奥运会，
奥运会，好像它是一个正常的地方，必须有后果。那么，川普总统的国务卿蓬佩奥在他在任的最后一天，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宣布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族镇压是种族灭绝，使美国成为第一个做出这个评判的国家啊。那么布林肯在上个月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待遇构成了种族灭绝，这也是我的判断啊。布林肯没有说他会因此建议美国做什么啊。那么上个月，参议员 Rick Scott 和其他6名共和党的参议员提出一个决议，敦促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冬奥会迁出中国啊。那么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如果他真的要抵制北京冬奥会，他会遇到一些阻力啊，阻力来自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发言人回应说，他们相信世界各国政府有更有效的方法就这个人权和政治议题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意思就是你不要搞这个，你直接跟他谈就好了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上个月刚刚跟这个习近平通话，讨论北京冬奥会的准备的情况。巴赫说他说根据他的经验，抵制行动成效非常低啊。国际奥委会拒绝回应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啊。那么有没有先例？有的。1980年，对不起，1980年这个举办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60个国家抵制，反对苏联这个入侵阿富汗啊，这是有先例的啊。欧洲方面是这么说，欧洲的顾问说对欧洲来说，冬奥会就像美国的超级碗 Super Bowl 抵制行动将不受欢迎，而且还会影响中国与欧盟达成的中俄投资协定。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前做过一个回应，说这个抵制行动是出于这个政治动机，试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相信这样的举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注定不会成功。好，新闻就是这样。那我们评价一下，北京冬奥会成为一个人权标的就是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江河日下那么拜登政府的态度非常关键。那么如果美国推动这件事情，那就成为美国政府对待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一个新的工具这是一个方面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这个议题将再次考验拜登政府在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国际舞台的行动的成效，就到底他能不能把这事做成，做不做得成。他如果想做，最后做不成，弄个大红脸，那就非常的丢脸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中国来说，北京明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一个必须救的球，这不救不行那么而且将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救的球。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这是一个主题一。主题二，拜登政府 1.9 万亿刺激经济方案那么将开始进入众议院的立法程序。众议院以219对209票批准了星期五凌晨参议院已经通过的预算计划，开始
将拜登的 1.9 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转为立法的过程啊。那么众议院现在开始通过预算计划，将指导各个委员会开始对这个 1.9 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的具体的细节进行研究啊。那么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星期五今天表示，他的目标是在2周之内通过拜登的经济刺激计划。拜登总统今天说就是就算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他也会推动经济救济计划，因为众议院已经批准了一个预算法案，他就可以不需要参议员的共和党的众议院参议都可以投票啊。同时，拜登对共和党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共和党的进一步讨论可能会对这个方案造成拖延。他说现在我们不能等，不能再谈判了，要赶紧过啊。那么 1.9 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1400美元的支票，延长失业救济，提供1600亿用于加强公共卫生，应对这个疫情改善疫苗分配，增加测试等措施这是内容那么参议院是星期四下午、星期五一整天，然后到了星期五凌晨投票那么总共有45项修正案通过了1项动议其他全部否掉。这些唯一的一项动议就是这个1400亿的支票不能给富裕的美国人，但是呢，这个是没有约束力的动议那么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到凌晨投票50对5050对50，然后最后副总统 Harris 贺锦丽投下关键的一票辩论了15个小时参议院投的关键一票，这个就过了，然后就去了众议院再投票再过了，然后就进行详细研究最后众议院再投一次票，他就这 1.9 万亿的这个救济计划、刺激经济计划就会成为法律，就可以实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进程。那么佩洛西的话很重要，他的目标是2周内就是半个月之内通过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拜登政府整个的就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现在最重要的轴心是什么？最重要的轴心就是这个 1.9 万亿的救济计划所以这是对他来说非常关键，对拜登政府来说非常关键。那么现在这有2个民调，我念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美联社就是在美国媒体当中，美联社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媒体美联社有个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民调，他这个民调说接近2/3的美国人认为前总统川普在这个国会冲击事件当中必须需要负部分责任那么有一半的人认为参议院应该在弹劾案中判他有罪就2/3的人认为他要在对他的这个他要对川普总统要对这国会冲击事件负部分责任不是全部责任，部分责任。然后有一半的人认为2/3，刚才我讲的是2/3，这是有一半的人认为参议院应该弹劾他判他有罪。那么调查说2/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
需负适量的责任，包括一半的人要负大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只有1/3的人认为只需要负少量的责任，或者是无需负责任啊，这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反了啊，只有47%的人认为参议员应该判他有罪，另外有40%的人认为应该判他无罪，还有12%的人不确定啊。这个调查是这样啊，我重新说一遍啊，清楚一点。47%的人认为参议员应该判川普有罪啊，这最多啊。40%的人应该判无罪，12%的人不确定啊，这是一个这样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大部分的共和党党员认为这个拜登非法当选啊，这是共和党的看法啊。大部分的共和党的党员认为拜登当选非法当选，那么但是有66%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合法胜出，合法当选。那么65%的共和党党员不同意，是这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国会山跟民调机构Harris X 进行的一个民调啊，民调显示，之前不是川普有意退出共和党，组建一个叫爱国者党吗？这样另外组建一个叫爱国者党。那么这个国会山报和这个 Harris X 进行一个民调，有64%的共和党选民表示会加入这个川普的新政党，吓死了吧？共和党被吓坏了。当中有32%的立场是非常有机会加入，那么其余的36%则不太可能跟随啊。那么大概是这样啊。这里面还发现调查发现28%的独立选民以及15%的民主党支持者表示很有可能加入川普的第三党啊。整体来说，37%的访民会加入。那么 Harris X 的这个行政总裁认为，川普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且一旦他真的成立新的政党，很有可能令共和党沦为第三党。这是这个国会山报The Hill 的这个和这个 Harris X 进行的民调。这个民调说明什么呢？说明2点。第一点，川普在共和党党内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仍然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成立第三党对共和党的威胁仍然非常的大这个跟我们之前的一些判断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民意很特别共和党内部大部分的共和党人都认为拜登当选非法当选但是美国人整体的美国选民66%的人认为拜登合法当选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分裂，非常的分裂大体上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还有一点时间我再讲一个叫什么呢？叫中国有一个叫演出行业协会搞了一个议员自律规范搞了一个自律规范，就是最近这些年不是这些明星们一会儿酒驾，一会儿这个肇事逃逸，一会儿代孕，一会儿出轨很多丑闻然后就2月5号出台一个叫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然后就把这些艺人有15个被禁止的行为
包括不得扰乱公众秩序，不得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不得违反宗教政策等等还不得假唱、假演奏，不得违反这个公序良俗，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总之15项。那么如果违反了，那就受到什么呢？1年、3年、5年、永久，总共4档联合抵制。那么遭到封杀，你被封杀1年，比如说抵制你1年，那么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然后评估之后，可以再复出啊。那么3月1号实施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第一个，演出行业协会有这么大的权利啊，中国那么多明星，1年挣几个亿的明星都捏在他手里啊，这个演出行业协会是缺钱了啊，把这个东西拿到手，肯定当然政府在后面给他背书啊。这个会长也是查不出履历的会长，这个很神秘的一个会长啊。然后这个大概是又要抓个权，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些年经济不好嘛，大家钱都不好挣，你再一封杀，什么时候出不来？而且你越封杀越多，那么演员不好找，所以出一个这样的规定，给大家一个出路吧，至少给出路嘛啊，犯了错误给他机会改正，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思路吧。但是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这个演出行业协会要挣钱啊，要挣钱啊，因为他手上，大家记住，通常一出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权力的这其实是一个权力背书，一定是政府在给演出行业协会他一个背书，于是这个行业协会呢就获得了一个权利，这个权利他就出一个规定，他就可以拿着这个规定呢来要钱。所以所有的一切在中国所有的事情突然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背后都是钱，都是利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这2天都有一些人跑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区啊，非常非常骂的非常的低级啊，我觉得可以提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不能够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低级的方式不被接受，好吗？我在这里再重申一下，你有你的看法我觉得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不能够进行人身攻击不能进行这些污言秽语，好吗？好，明谢，哈哈里，谢谢 Dick 陈，谢谢观点，我觉得国际社会大规模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不大，冬奥会已经被中国收买了，抗议的声音会很多，但我不觉得会有很大的成效。这可不一定这可不一定。就像西方抵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一样，刚开始也没有太大的声势是慢慢的很多人开始介入。北京冬奥会我不知道会最终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新疆的这个人权状况，特别是新疆妇女被有系统的被强奸、轮奸的这个新闻，对不起，报道出来之后，其实西方社会的震撼非常的激烈，非常大。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就是说在政府控制的一个这样的条件之下，会发生这种有系统的强奸这个维吾尔妇女的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不是个案，是持续的发生持续的发生的事情。这对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冲击非常的大。当然你还可以看到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发生在内蒙的事情，发生在西藏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西方国家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假装看不见。假装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就觉得要做生意做生意嘛，那么大家集体，而且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还不错，不好翻脸。就是在此之前是不好翻脸，就大家关系还不错，然后就底下又做，中国又快在底下这个搞点事搞点关系，拉关系送点东西这个反正就做各种动作所以不好翻脸。但是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有点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其实很清楚，大家有个共识。西方社会的共识是什么？就是中共对全人类是个祸害这是个共识，而且对自己会造成威胁，对全人类是个祸害，会威胁我。这件大家都有共识。但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形成联盟。现在因为西方国家美国优先这个西方的联盟也这个不能说崩溃，但是至少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之前讲过就是说香港议题，香港的问题出来之后，其实是引导西方国家形成共同立场的一个议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英国是很容易去协调西方国家的这各个关系的，但主要还是因美国。那么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大家在找一个位置这个时候就是西方国家需要有个国家出来挑头，就是美国美国这个时候要挑头，拜登政府这个时候要做工作，就去整合西方的这些各个方向各个国家的利益，把它整合在一起，恢复原来的这种盟友的关系，这件事情才能往下走。如果拜登这次他做不到这一点，那美国也没办法重返世界领袖的这种地位所以这个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就不是那种抗议的声音很多但是没有效果，我觉得不是这样。各个国家的政府一定会利用这个人权的这个撬棍来应对，至少他拿的这根棍子他在和中共和中国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他有更多的筹码，他有更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早下结论，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好吧？观点：国际关系得不到舒缓，北京不会冒险办奥运的。全球直播的时候出幺蛾子再扯上政治的话，那问题就大了。一定会办，这个事情不是冒险。2022年这奥运会已经定了，还有1年时间，2月4号开，这不是冒险的问题，这是要干的事情观点：必须抵制中共的冬奥会，原因是中共一直回避武汉肺炎的调查，对病毒流出有重大嫌疑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没有向国际社会做任何解释。提问：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运动归运动，不要掺杂在一起。想问王老师的观点。中共呢就把政治、文化、运动全部拿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
为他的统治服务，他用文化来歌颂他的统治，用运动来证明他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呢，中共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话呢拿来当实用主义，就是当别人用人权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就说，哎，运动归运动，但是你记住，中共从来都是把体育运动拿来作为他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证明，他根本从来没有把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所以运动从来离不开政治，否则中国为什么要去办奥运会？你想，他真的对体育那么感兴趣？胡扯！我相信这么多个国家，最不爱运动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爱运动。中国人说，我中医里面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出去运动可以毛毛汗就行，不要出大汗。这不是体育运动吗？是不是？对不起啊。情况，教育部今年发布1号预警，说澳洲连续发生留学生被袭击的事件，还说疫情严重，不要去留学。事实上，澳洲近3个星期无一例本地传播，而当地也查不到所谓的学生被袭击事件。国内亲戚担心的说，你们要小心，出门要带武器云云。这种国家级的造谣真是无语了。这件事情其实在推特上已经传得很多了啊，就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个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一个中国老板的店里面打工，打了1星期，然后就走了。后来回去要工资，这个老板不给，还把他给打了一顿。打他的人是谁呢？是中国人啊，所以中国就发出预警啊，所以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怎么说呢？反正关系不好嘛，找茬嘛，找茬就找茬。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会因为这个就不去读留学了吗？我觉得也不可能吧。观点，这个演出行业协会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国内各个领域的言论自由收紧。前些年还有一些这派那派的说法，现在国内只有听话派和不听话派的区别。现在的情况是抬眼望去，乌压压的一片，只剩下听话服从的和沉默不语的大多数。主要我认为还是要搞点钱啊，搞点钱。情况加观点，我居住州拥有美国最大的公立学区之一，现在学区内的教师工会拒绝学校复课，这让很多家长需要在家里照顾小孩，无法出门工作，因此需要靠政府的救济金。学校长期上网课也对孩子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学区中学生自杀率比去年同期几乎增长1倍。拜登在发救济金的时候也需要同时开放经济，复学复工，刺激经济最好的方式就是开放经济，让普通人有工作收入，否则低收入社区中的民众和儿童影响最大。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第一个，怎么样去平衡疫情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啊？这件事情应该谁来做？这不是拜登的事情，这是州长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学校开不开放，这个是不是应该reopen， 你进入哪一个阶段，这是地方政府的权限，不是联邦政府的权限。所以联邦政府的责任是什么？联邦政府的责任就是对地方政府提供救助，提供救援啊，给他们需要的帮助。在这些领域去协调各个州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疫苗的分配，疫苗分配是联邦政府和各个州
一起来做的，那联邦政府在统筹，所以拜登政府发救济金，他可以发他的救济金，但是地方政府要根据他们当地的情况，州都决定不了，可能就是那个县和那个县来决定他们到底要不要开放啊，这个不是连州政府都没有权利啊，大概是这样啊。情况，郭台铭投资610亿人民币，对不起，在广州增城盖10.5代面板厂，2019年8月烂尾，对不起，至今无量产面板，而且积欠310多亿人民币欠款和贷款。郭台铭出让持有广州面板大股东 SDP 的股权，表示他和广州面板厂已无任何关系。他已经脱手了，他已经卖掉了这个厂子，他不是烂尾，他是没有开工，他就是厂子建好了，郭台铭说我不要了，卖掉，最后是把它卖掉了啊，就找人来接，他不想要这个厂子啊，是这样的。没有烂尾，这个项目应该是没有烂尾，它只是刚刚建好，还没有开始量产啊。明谢丁建军，谢谢麦猪，谢谢。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